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卡卢加，俄军核力量所在地受威胁，性质比看上去更严重。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周一的时候，一架乌克兰的图141无人机进入了俄罗斯境内，飞行了300公里之后，在莫斯科以南150公里的卡卢加市区附近的森林中爆炸。根据爆炸现场勘查发现，无人机携带了一枚100公斤的 OFAB-100-120高爆炸弹，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常见的小炸弹，里边呢为了增加爆炸力，还增加了一些个钢制的键型弹，所以呢对普通建筑物和人员有比较好的杀伤能力。图141无人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已经先后2次袭击过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俄方呢每次都是宣布这些无人机被防空火力拦截，然后呢每次都是碎片砸坏了轰炸机，引起了爆炸等等。而这次无人机是在无人的森林里爆炸，所以不管碎片们如何努力，也没法给俄罗斯造成什么实质威胁。关于这次袭击行动的目的呢，有人认为这架无人机的打击目标是莫斯科，只是飞行中路过了卡卢加。但是我觉得用这种东西袭击战略轰炸机机场、军火库这些目标呢，有点军事意义。用这么小弹头打击莫斯科，军事意义就实在是不大了。而这种捅马蜂窝的方法，更有可能会帮助普京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所以我觉得不排除是乌方获取了情报，要对俄军的某个重要设施下手。另外，更严重的在于，卡卢加可不是没有什么重要军事设施啊。去年12月，俄罗斯就让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在卡卢加附近的发射井里边进行部署，开始了战备值班。这个地点可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乌克兰这个无人机，它当然没有能力去破坏雅尔斯导弹阵地，而且我相信，不仅是做不到，主观上看，乌军的目标也不可能是攻击核基地，因为如果有谁真的去攻击俄罗斯这个弹道导弹核基地的话，这个事件的严重性马上会让俄罗斯用核弹头进行反击。不仅是俄罗斯，恐怕各个核大国核基地受到打击的时候，反应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俄罗斯这1年多来多次放出使用核武器的风声，那么保护核基地免受威胁，这条底线恐怕也是谁都不敢碰，也不能碰。但是，一枚古老的无人机能够轻松地飞到卡卢加州，就已经说明俄罗斯的核力量基地周边受到的威胁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很多人注意到，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描述，导弹经过布良斯克和卡卢加的时候，一路上没有被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觉，也没有被防空火力拦截，是卡卢加森林里边一棵大树实在看不下去，才把无人机挡下来。我们不知道这棵树以后会不会被授予禁卫或者是什么英雄称号，但是这种情况简直就是电影《魔戒2》里边的情景变成了现实。这也确实说明俄罗斯的低空防御能力要么就是太稀薄了，要么就是太神奇。这种情况恐怕也会严重的影响俄军的颜面和士气。短时间之内，俄罗斯恐怕已经很难填补这种对空防御能力的缺陷，所以俄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打击报复。每次乌军无人机越境袭击之后，俄军都会用大量巡航导弹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不过这次事件已经发生了近1周，俄方似乎没有对这次袭击做出特别激烈的反应。不知道俄军是不是正在积累弹药，最后准备玩一波大的，比如到了2月底媒体上说的俄罗斯的战略大进攻能不能成为现实。毕竟不做任何反应，好像是不符合俄军这段时间的常态和心理。